旅行者们大家好， 4.1 版本开启之前，我们曾对版本名像深水中的晨星有诸多困惑，但在第3、4幕主线任务之后，这里晨星的含义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在圣经以赛亚书中有这样一段：晨星，黎明之子，你是如何从天堂坠落的？你曾经打倒了列国，如今却被砍倒在地上了。这里路西法的名称作为晨星出现，最早是被用来指代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国王的，而因为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中都有关于从天上坠落的描述，并且路加福音中的描述被用于撒旦，因此以赛亚书中的晨星也被神学家和撒旦联系起来，由此撒旦也被叫做路西法。于是我们得到了梅洛彼得堡原型的参照物之一，撒旦或是路西法。梅洛彼得堡本身的外观造型也与启示录中撒旦的化身及7头10脚的大红龙十分相似，结合莱欧斯利的命作手谕犬作，文案似乎也在暗示梅洛彼得堡地狱之门的形象。而在堡垒下方的原始胎海之水阀门也能进一步确定梅洛彼得堡即为晨星。这一发现使得之前显得模糊不清的雷内笔记中的图案有了解读的可能性。根据雷内所说，这份图案名为密合之约印，由流涌之树与4象限圆环2部分组成。此前我们将其中的流涌之树按照卡巴拉生命树来理解，并试图在枫丹地图中还原这一图案，但很难得到其中的对应关系。而梅洛彼得堡与撒旦的对应则提醒了我们另一个解读方向：逆卡巴拉生命之树。逆卡巴拉生命之树拥有与正向树的质点相对应的外壳，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犹太神秘主义典籍佐哈尔中，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简单来说，它就是卡巴拉生命之树的对立面。考虑到雷内计划中逆转的部分，我们认为逆卡巴拉生命之树在这里是可以纳入参考的。我们先确定信息较为明确的第3支点，原生命之书中第3支点是理解，在逆阵里则是 Satariel， 对应的恶魔是撒塞瑞尔。以诺书200个堕落天使中20个领袖的第17位，黄金黎明的赫尔墨斯教团称其为隐蔽者。在近现代，一种说法是撒塞瑞尔由路西弗即统领，其代表了对光的逃避，也被描述为一个混乱的黑色迷宫。无光处迷宫这样的描述指向了安眠处，也就是原水仙十字孤儿院。这里常年不见阳光，也具备着环形的迷宫，我们将这里暂定为第3支点。而第2支点则要从地点本身出发进行分析，让我们回看这一阵法的名称密合之约印。这一描述参考了17世纪德国秘密结社玫瑰十字社的宣告书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的化学婚礼。此书分为7天，用隐喻和类似童话的方式将人类灵魂升华的过程阐述出来。在其中的第2天，故事的主人公罗森克鲁兹来到了一座城堡，在穿过3道门后进入了金碧辉煌的大厅，却发现这里面满是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骗子，靠花言巧语和偷窃强盗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而 4.1 的世界任务中正好有这样一位人士符合描述，博绪埃，一个离开了手下研究人员就一事无成的学术小偷。我们在世界任务海渊风禅的乖离光中，通过解开光学装帧的谜题，穿过3道门后便会进入存放着梅亚德2只实验原型机的房间。也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得以知晓此处原本是阿兰吉约旦研究所，后来被这个糟老头子改名为博绪埃研究所。如果从整体上观察这片区域，就会发现这里的有趣之处。枫丹水神像旁修建的玛丽安纪念公园，修建者大概率就是阿兰吉约旦，而纪念公园已经在科学院的大爆炸中成为了废墟。在这废墟之下的水中，同样是沦为废墟的阿兰吉约旦研究所，如今也已经被鸠占鹊巢。在我们前往研究所深处的任务中，派蒙提到了一句俗语：彩虹的脚下有宝藏。彩虹是没有尽头的，它是首尾相连的圆环。所谓对彩虹脚下宝藏的追寻，仅仅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幻想。在阿兰与雷内对决后的尽头，阿兰隐居在这里，不再和外人来往。玛丽安纪念公园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研究所的表象，同时却也代表着他深埋内心的痛楚与伤痕。阿兰没有走到彩虹的尽头，如今的我们所找到的只是一个天才晚年的遗恨，美好之下是虚无的残骸。基于这一点以及化学婚礼的内容，暂定第2支点为阿兰吉约旦研究所。第4支点，灵魂的干扰者，万物的扰乱者，对应的恶魔为阿斯塔罗斯或是伊什塔尔，对应位置似乎不在已知中的地图中，暂且跳过。第5支点，燃烧的身体，对应恶魔为阿斯莫德，代表色欲，讨厌水和鸟。从这种描述上，我们似乎找不到对应的点位，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化学婚礼的第5天内容进行分析。在化学婚礼的第5天中，罗森克鲁兹沿着一条密道进入了沉睡着维纳斯尸体的密室，发现了本不应该被发现的秘密，并因此在最后的审判中被宣布有罪。这里的维纳斯被认为是炼金学中的原型女性，这是一个对于炼金术与神秘学都十分重要的概念，这和通向水仙十字院的希望之路十分接近。而水仙十字院正好有着原型女性的形式阿尼玛和母亲的形式。盘踞在高塔上的纯水精灵，过去是高大的院长，而后也可以是新生的莉莉丝。沉默不语的纯水结晶或许就是一种原型女性阿尼玛的实体映射。水仙十字院中不止一人符合这一模板，贝瑟船长从粗犷变得细腻，玛丽安从天真的妹妹转变为安的母亲，还有纯水院长从一位严厉老师变为孩子们的母亲，这些都是女性形象的一种阐释。而阿尼玛则像完美的维纳斯那样，介于美丽的少女与伟大的母亲之间，拥有着二者的完美平衡与结合。看到这一形象的罗森克鲁兹背负上了责任，一方面是因为发掘出维纳斯这一人类精神的缺失部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炼金术上的完美结合，他由此需要背负人类救赎的命运。基于这一点，暂定希望之路为第5质点。第6质点，神的叛乱代表黑日，对应恶魔为贝尔菲戈尔。这可以理解为太阳的阴影面是太阳的生成，两面太阳的统一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统一。北欧神话中，巴德尔代表太阳，而他失明的兄弟洛克则代表黑日。在后续的发展中，奥丁也成为了黑日的象征之一。启示录中，红龙撒旦将自己的权柄赐予了兽，而这兽便是人类。在化学婚礼第6天的内容中，罗森克鲁兹见证了尸体溶解后被再度复活，这两者的结合会使我们想起纳吉森克鲁兹对卡特的吸收与重塑。基于这一点，暂定第6质点为自然哲学学院的水仙十字结社之内。第7质点，污秽的物质对应恶魔为巴利，有观点认为其和圣经大洪水中诺亚放出的乌鸦有关，这一点位似乎也不在目前的地图之内。第8质点，这一点位的确定较为简单，其名称代表神的仪器，对应恶魔为亚德米勒。这一质点代表了创造的失败，因此暂定第8质点为厄里纳斯的遗骸。接下来的第9质点，在密合之约印中被4象限圆环的顶点取代了，因此失去了讨论价值，再次跳过。第10质点，低语者对应的恶魔为拿玛，这里的拿玛来自于另一位人类拿玛，即土巴该隐的姐妹，也是诺亚的妻子。此处是精神沉降为实体的地方，代表着与自我内心的对话。从 4.0 版本开放以来，我们其实就能隐约察觉到枫丹东南方那座神秘高塔的特殊之处。雷内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提到过修建中的格式塔，那么那座神秘的高塔是否就是这里的格式塔呢？如果是的话，就有2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一，雷内等人是如何修建如此高大的巨塔的；2，这样宏大的修建计划是如何秘密进行的？目前无法拿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不过水仙的安任务中，在真正的安眠处有一段对话可以稍作解答。舞台本就存在，只是现在正好被拿来使用。或许雷内等人修建的格式塔是依附于这座高塔的内部，或者我们基于格式塔本身的含义猜测，雷内用某种手段使得外人无法看到格式塔的整体，而只能窥见高塔的一部分。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还是暂定此处为第10质点。至此，我们基本在枫丹地图中还原了密合之约印这一图案。原以为其中的对应关系只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而现在几乎是覆盖了枫丹全境，成为串联枫丹重要地标的线索。所有的谜团也已指向那座神秘高塔，期待未来版本能向我们揭露更加炸裂的信息。关于水仙十字，原本玫瑰十字的寓意是十字代表肉身，玫瑰代表精神的绽放。在这里，玫瑰被替换为了水仙花，除了其与宁芙的关系之外，自恋的象征性也是一个要素。关于纳西索斯与白鲸，白鲸中船长亚哈因为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一时怀恨在心，于是出海满世界追击白鲸，终于与白鲸相遇。但在最后的斗争中，全船人都落入海里，只有水手以实玛丽一人获救。在白鲸中，梅尔维尔用一种纳西索斯式的心态描绘了亚哈船长，他因曾经受到了攻击而对白鲸怀恨在心，于是认为白鲸一定是蓄意攻击了他。这种偏执的幻想纯粹把自己当作出发点去批判周围世界里的一切，毫无疑问带有自恋的色彩。
而白鲸在书中并不像是一般的鲸类，它出没无常，令人难以捉摸，代表着大自然的无常力量，在幽邃黑暗的深海游动，仿佛海中的幽灵。同样的，梅尔维尔也用月亮和鲸鱼的故事来渲染白鲸的宗教意味，这也是公子故事的参考来源之一。在这里，公子见到的巨鲸也许也是这样，本身并不代表善恶，只是单纯的游走于提瓦特与深渊。而从约拿故事的角度来看，枫丹人或许要全部被吞入鲸鱼口中才能赎罪。疑点在于，如果鲸鱼就是雷内预言中的群星之兽，那它又是如何通过世界史这一基于提瓦特规则的理论推导出世界之外的生命呢？如果将鲸鱼划至提瓦特的范畴内，那么也许它就是法涅斯创世的助手，负责掌握创造生命的质料，原始胎海之水。如果鲸鱼是法涅斯降临提瓦特时一同跟随前来的生物，那么也正好能解释其既是群星之兽，又归属于提瓦特这一蛋壳的地位了。在法涅斯的计划之中，每次文明毁灭后，可能也是由巨鲸来释放出胎海之水，为法涅斯提供再次创造文明的基地。而这一次，由于天空岛的沉寂，巨鲸已经接收不到来自法涅斯的讯息，于是通过曾经灾祸撕开的口子，由蛋壳外进入了提瓦特内部。公子的深渊之旅或许是巨鲸醒来的直接原因。虽然说在当下这个条件，无论鲸鱼什么时候醒都没区别，这里的猜想较为发散，事实到底如何，只能等待下个版本的到来了。而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掌管着生命之水的鲸鱼更像是希腊或罗马神话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他将铁水倒入模具，打造生命，就如同德缪哥那样，成为了巨匠造物主。我们再来聊聊雅各布和雷内。在完成水色潮痕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雅各布进化后的结果便是位于荒石苍漠的世界 BOSS 深邃敬礼者。在基督教文化中，敬礼者负责为教徒洗礼，表达洗去罪恶或者启蒙的愿望。历史上最著名的敬礼者，则是福音书中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施洗者约翰也被认为是耶稣降临前的先行者。那么在枫丹的背景下，雅各布又是要为谁施洗呢？如果要找一个最为合适的人选，那必然是雷内。在雷内与阿兰对峙的最后时刻，雷内选择了投身于原始胎海之水，并承诺自己将作为新的宇宙诞生。结合雷内一词在法语中重生的含义，雅各布大概率是负责扮演雷内归来时接生婆的角色。曾经的爱哭鬼如今成为了冷酷无情的执行者，在各种剧情中，这样的配角都是 flag 插满的。而深邃敬礼者名声中的深邃一词，则表达了雷内与耶稣形象的区别。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的肉身，而雷内却要以凡人的身份背负起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命运。在雷内选择的这条道路上，没有神明为他开路，他不可避免的要犯下滔天之罪。关于人物姓名的寓意，枫丹主线和支线都有一定的涉及。我们再来看看此前提及较少的雅各布。如果去历史中寻找雅各布这个名字，那么圣经创世纪中的雅各无疑是存在感最为强烈的。在圣经中，雅各是以撒的长子，在与神决裂后改名为以色列，被视为如今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从自己的哥哥以扫那里用一碗红豆汤换来了长子的名分，夺走了以撒本要施予以扫的祝福，因此遭到以扫的怨恨。为了躲避哥哥的追杀，雅各连夜出逃。在逃亡路上，雅各以石为枕，露宿荒野，并在梦中见到了一座天梯，其上有天使往返，上帝则于天梯顶部向雅各许诺了丰饶的未来。在后世的解读中，雅各的梦被解读为以色列民族流浪命运的预言。在真正的弥赛亚降临之前，他们都要处于永远的流浪之中。而在枫丹这里，这个弥赛亚似乎是雷内。雅各布为了等待雷内的归来，徘徊在枫丹国土上400余年。但就像我们现在提到的，雷内与耶稣不同，他不是耶稣那样的角色，难以承受全人类的罪恶。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位人选可以充当弥赛亚呢？相信大多数人会在这里想到旅行者。有趣的是，在原神开场动画中，陌生的神明对我们的称呼是人之子，而耶稣也曾被称为人之子。或许在后续的任务中，旅行者会结束这一切，并背负起雷内的事业，而雅各布也许也会结束他的流浪，在400年后的今天得到安息。